你有冇發現我哋嘅生活當中似乎係由一系列嘅事件同埋意外所組成嘅？當我哋回顧過去嘅時候，總會睇到一種似乎重複同埋有秩序嘅模式啦。呢種看法喺交易世界裏邊就係技術分析嘅基本意義啦。歡迎嚟到學習交易同埋心理學嘅頻道，我係 Tom Lee，係一位投資教練。呢個頻道會分享交易技術當中嘅行為技術分析、交易心理學等各方面嘅知識。唔想錯過任何最新嘅消息，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啊！好多交易者每日都用技術分析，但係又未必知道乜嘢係技術分析。呢一節咧，我哋就基本介紹一下乜嘢係技術分析啦。技術分析最常用嘅基本原理就係趨勢。基於呢個原理，交易者希望喺上升趨勢嘅時候以低價買入，順應趨勢，並喺趨勢結束嘅時候以高價賣出。雖然呢個策略聽起嚟好簡單，但係實施起嚟卻極之複雜。有關趨勢咧，一切都在於時間性嘅。交易者總希望喺新趨勢開始嘅時候就已經發現佢買入，然後喺趨勢結束嘅時候咧就賣出。事後睇嚟咧，趨勢係顯然易見嘅，同時喺現實咧並唔係咁嘅。而交易者總係面臨住太遲發現趨勢嘅開始啦，而錯失咗潛在嘅利潤。另外就係冇發現趨勢結束嘅交易者咧，喺價格高峰之後咧，仍然遲遲未能夠賣出嘅，並且將原有嘅利潤變成虧損，或者冇保留佢哋原有嘅利潤。另一方面咧，如果交易者喺趨勢真正結束之前咧就已經離場，咁佢哋就會損失咗潛在嘅利潤啦。因此咧，學習技術分析嘅朋友咧就會花大量嘅時間精力，試圖盡早發現趨勢幾時開始同埋幾時結束嘅。佢哋會通過學習圖表、移動平均線、震盪指標、支持位、阻力位等等，探索其中嘅原因嘅。從戰術角度嚟講咧，技術投資者必須要注意兩件事。首先咧，係交易者必須選擇幾時係建倉；其次，佢哋係必須選擇幾時係平倉嘅。選擇幾時平倉係由兩個決定所組成嘅。當價格朝住預期嘅方向移動嘅時候，交易者係必須要選擇幾時平倉以獲取利潤。當價格走勢同預期相反嘅時候，交易者亦都必須選擇幾時虧損離場。你可能已經睇得出一切都係時間性，係要喺及時喺趨勢開始嘅時候入市，同埋喺及時趨勢結束前平倉。咁就說明咗運用技術指標嚟入市咧，例如移動平均線、震盪指標等等，就注定咗有好大嘅延遲啦。佢哋嘅參數就係延遲嘅時間，咁就大大咁降低咗盈利嘅概率。一啲有經驗嘅交易者亦都試過，例如最基本嘅移動平均線嘅黃金交叉，即係快嘅移動平均線向上同慢嘅移動平均線重疊嘅時候買入。明明喺機會出現嘅時候，佢哋嘅移動平均線係重疊嘅，但係交易失敗之後咧，事後睇翻條移動平均線咧，根本就冇重疊到。呢啲亦都係技術嘅盲點，咁亦都說明咗點解最近10年興起咗直接睇圖表操作嘅技術，而唔再選用技術指標嘅原因啦。唔用技術指標直接睇圖表嘅技術分析，其中嘅好處就係直接研究價格，用嚟判斷趨勢，乜嘢時候入場，乜嘢時候平倉，同埋咩時候分析錯咗必須要平倉。其實係比一般人想象中更加簡單嘅。從技術分析嚟睇，乜嘢係趨勢啦？簡單嚟講，睇到上升而言，就係出現更高嘅高同埋更高嘅低。睇起嚟好簡單，但必定會難到只係想走捷徑嘅朋友，因為佢哋未分清楚知道同埋能夠做到嘅分別。例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又點樣去判斷呢？係有趨勢啊，定係已經冇趨勢咧？所以必須要有一套有效嘅訓練方式，喺學習過程當中大量互動，輸入輸出，最後結果係客觀嘅，先至能夠客觀咁判斷同埋進行操作，而再唔係停留喺知道同埋唔知道嘅內耗盲點當中。咁喺傳統金融學上係點樣去識別趨勢嘅咧？傳統金融學上有好多種方法可以識別趨勢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線性回歸，即係 linear regression。方式就係將一段時間嘅價格標示喺圖表中，再以最小嘅殘差 residual， 即係圖中垂直嘅灰色虛線，再以呢個規則咧形成圖中紅色斜線。可惜係呢種特殊嘅統計技術，對於技術分析進行趨勢分析嘅時候，操作層面嘅作用並唔大，因為呢種方式係依賴大量嘅過去價格數據嚟到獲取準確結果。當累積咗足夠嘅歷史價格嘅時候，趨勢可能已經改變啦。
咁喺傳統嘅技術裏邊係點樣識別趨勢嘅咧？剛才提及到利用移動平均線或者兩條移動平均線嚟到形成黃金交叉或者死亡交叉係最常見嘅，亦都算係已經過時，喺呢度唔再重複討論啦。另一種方法就係查看由合理嘅時間段分隔嘅頂部或者底部嘅價格圖表，並喺呢啲點之間畫條斜線，呢啲線稱為趨勢線。趨勢線可以定義價格為限制，如果突破嘅話，可以視為趨勢可能正在改變。而呢一種方法咧喺傳統係多人用嘅，最大嘅問題係十分主觀，就好似呢個情況。亦都可以選擇其他點嚟到連線，事後睇嚟咧先至會覺得係準確。所以點解而家大部分人已經明白呢個盲點？而家已經唔多人選擇畫斜線呢種方式啦。你必須要明白嘅趨勢基本邏輯，同所有市場一樣，無論係二手車、水果、房地產等，供同求相互作用嘅經濟原理決定咗市場嘅價格。每個買家即係需求，以特定嘅價格同埋特定嘅數量出價；每個賣家即係供應，以特定嘅價格同埋特定嘅數量出價。當賣方同賣方同意並進行交易嘅時候，佢哋就會及時確定咗當時嘅價格。買同賣嘅原因可能會好複雜嘅，或者係賣方需要錢，或者係賣方得知咗一啲不利嘅消息。無論係咩原因，當一切發生嘅時候，價格就確定咗啦。因此咧，價格係所有呢一啲唔精確嘅因素嘅最終結果。當價格發生變化嘅時候，呢一種變化就由需求同埋供應兩者而引起嘅，而價格咧因此而產生改變嘅。所以使用技術分析嘅交易者咧，只會關注價格同埋價格變化，並唔特別擔心佢哋嘅原因嘅。主要係因為佢哋嘅原因好多，同埋冇辦法確定。所以基本分析嘅交易員會重視為什麼會升。而技術分析嘅交易員會注重幾時會升，係完全冇對錯嘅，只係焦點放喺邊啫。趨勢嘅長度同數量係無限嘅，交易者需要確定就係佢哋最有興趣嘅長度。但係無論長度係點，確定趨勢幾時開始同埋結束嘅方法都係相同嘅，亦都係取決於佢哋嘅回調深度，即係 Y 軸；回調嘅時間，即係 X 軸同埋形態。而短炒同長炒嘅應對方式亦都係唔同嘅。短炒會傾向使用更加嚴謹嘅入市規則，因為價格嘅噪音亦都會影響交易結果，而離場亦都較保守嘅。出現唔理想嘅回調，佢哋會傾向出市啦。而長炒會傾向使用止損較遠嘅條件，所以入市條件會較為寬鬆。出現新嘅回調，往往會採用多層止損或者係鎖倉。出現健康嘅回調，亦都會傾向加注入市㗎。而技術分析佢有乜嘢假設呢？第一，技術分析假設價格係由供求所決定嘅，就如基本經濟理論，當需求增加，價格上漲；當然需求減少，價格就會下降。決定供求嘅因素之一就係買家同賣家嘅期望，就好似除非你覺得股票會上升啦，否則你都唔會入市啦。期望源自於人類決策，而決策係基於資訊、信息同埋認知，佢哋係有局限性嘅。例如有行為偏差、情緒同埋感覺，所以 Silo-Tom 嘅行為技術分析係源於行為金融學，係基於圖表上顯示交易者出現嘅行為偏差而產生嘅入市法則。第二，技術分析認為價格已經反映咗所有可用嘅相關信息啦，呢個係由 UG Pharma 喺1979年提出嘅。所以以技術分析嚟睇咧，基本分析嘅資訊已經反映咗喺價格裏邊啦。第三，技術分析係認為價格係非隨機嘅。行為技術分析當中咧，相信價格大部分時間係隨機嘅。當價格喺短時間內出現非隨機嘅時候，同埋出現價格行為偏差嘅時候，就出現咗能夠套利嘅交易機會啦。第四，技術分析假設歷史原則上係會重演㗎。人類喺類似情況底下，行為方式將同過去嘅相似。呢種類似嘅行為往往會形成可以預測嘅模式，呢種模式幾乎唔完全相同，而係相似，咁啊說明咗點解每次回調嘅形態都唔一樣，但係十分相似。第五，技術分析認為無論喺乜嘢時期，形態同埋特徵雖然唔相同，但係相似，因此咧技術分析普遍同時間冇關，當然喺實際上會受成交量影響，唔同嘅時期嘅價格噪音會有所不同。越細嘅時期圖表咧，噪音將會越大嘅。第六，技術分析認為交易者嘅情緒係受到早期嘅情緒所影響嘅。如果我哋今日買咗一隻股票，佢嘅價格上漲，我哋好高興，其他人見到佢價格都上漲咗，亦都會買入，從而導致價格進一步上漲。因此咧，市場行為並唔係獨立，而係同市場本身嘅行為方式有關。
當價格同埋價值遠遠不成比例地上漲嘅時候，就可能會導致泡沫；而價格急劇下降嘅時候，可能會引起恐慌。技術分析假設，由於情緒原因，價格將超出應有嘅價值水平，最終價格會回復到最新嘅合理價值。隨住交易者嘅情緒波動，咁就說明咗傳統嘅技術指標冇辦法提供以上嘅信息。同時咧，行為技術分析係基於圖表上顯示出嚟嘅交易者嘅情緒而捕捉交易入市嘅法則。Zero Tom 嘅行為技術分析係基於金融學中嘅行為金融學，即係 Behavioral Finance。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修讀金融學中嘅行為金融學，或者直接留意 Zero Tom 嘅學習內容。你已經知道咗技術分析嘅基本知識啦。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嘅其他知識，請喺下方留言話我知啊！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哋頻道啊！下次再見，拜拜。